在市政廳裡面，還有這個傳統的服飾，以前的人們穿的一些衣服，可以讓我們體驗一下，看一下，這像是農村社會的衣服。来到了北愛爾蘭的最會站了，這邊是倫敦德里。那我們現在這一座橋呢？這是什麼？想想 Peace Bridge。對，現在我們要朝着這個 Peace Bridge 就可以走到倫敦德里的市中心了。看一下，就在那邊。它整個導覽的景點呢，全部就在這個橋的另一端，全部看到那邊有一些教堂啊，還有一些高聳的建築。那我們就帶大家過去看看嘍。那我們從和平橋走過來呢，看到這個第一個景點，這是一座19世紀的哥德式的建築。那它就是倫敦德里這邊的市政廳了，它是有開放可以參觀的。那我們一起一探究竟吧。這就是倫敦德里的縮小圖，全部都是在這個圍牆範圍裡面，然後也會帶大家上城牆去一覽整個倫敦德里。在市政廳裡面，還有這個傳統的服飾，以前的人們穿的一些衣服，可以讓我們體驗一下，看一下，這像是農村社會的衣服。代的市長的照片，英國的市長蠻可憐的，每個任期只能做1年而已。倫敦德里這邊呢，也是當初北愛爾蘭以及愛爾蘭分歧一個很重要的地方。最早開始呢，就是從這邊出現分歧點的。倫敦德里這邊是選擇繼續跟隨着大英帝國的腳步，那北愛爾蘭人就是現今的英國人，跟現在的愛爾蘭是分裂的。不過當然他們一直都是友好的關係，只是在政治主權上分家而已。整個市政廳裡面的建設、壁畫啊、窗戶的作風啊，還是裡面的建築的感覺，都有點像是教堂的風味。市長來了，德里市長。那我們現在走出了市政廳了，這邊呢就是市政廳的廣場。都不知道是不是現今的市長在這邊做介紹，有一個旅遊公車的一個橋段。倫敦德里呢，就是被這個城牆給包圍。現在就帶大家進來看看倫敦德里的老城了。進了這個城牆呢，這裡就是老城區的範圍。我們先上城牆去參觀一下好了。一進來城牆這邊呢，這間高聳的建築，這裡是一間塔樓的博物館，是一個防禦塔。那我們就直接上城牆吧。現在就在倫敦德里的城牆上方了。倫敦德里這邊呢，這裡也是歐洲難得一見沒有被破壞的一座城牆，完整的保留了整個歷史。當初就是靠着這個城牆守着整個倫敦德里的。那我們剛剛去的市政廳呢，這邊是一座新建的建築，所以它是開在老城區外面。現在真的很難得有機會看到這種可以環繞整個市政完全保留的城牆，而且沒有受過任何的戰爭的痕跡。現在走出了城牆的外圍，有一區博賽區，當初的北愛爾蘭人民跟英國政府對抗，積極的爭取自由民主，強烈的反對當時的政策，就是從這邊開始的。當時1969年的時候，北愛爾蘭人對抗的英國政府，看得出來人民是多麼渴望着民主自由。來到這邊呢，就是進入自由國度了。那時候的北愛爾蘭人就開始發起了這個自由民主的運動。我們現在來到了這裡呢，一樣是在圍牆裡面。它在圍牆的末端，這裡有一座聖高龍大教堂，這個也是一座哥德式的教堂。走吧。
那這間教堂跟我們之前參觀過的有點不太一樣，它這全部這種石頭建造而成的教堂，而且還可以清楚的看到石磚的痕跡，裡面的建設的構造也是蠻特別的。聖高龍教堂呢，旁邊還有一間小禮拜堂，這邊是做一些文物的展覽，蠻多的當初北愛爾蘭這邊的一些文物啊、軍事的用品，這就是當初在抗爭的時候所留下來的照片。Google Map 寫的是每天的10點到11點營業而已，這個資訊是錯的，但是每天是營業到下午的4點鐘，所以不用擔心，可以直接過來參觀的。要準備回去的路上呢，在這邊發現了一間二手商店，它全部的衣服都是199磅哎，1.99而已，超級便宜。看一下，連這些牛仔褲啊，還有像這些夾克，哇，全部都是1.99，然後連西裝啊、襯衫。全部都是1.99，有經過倫敦德里的，千萬不要錯過來這邊尋寶哦！看到二手商店，這個就非常開心了。現在又回到了這座和平橋這邊了，在倫敦德里這邊呢，算是蠻輕鬆可以走完這個小鎮。大概1-2個小時左右，你就可以輕鬆的逛完了。那它最主要的景點呢，就是在城牆內的，額外的就是市政廳啊，還有自由德里那一部分。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，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哦。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。